电商情报站婆妈疯抢 iPhone，全联全电商3天破亿，正式升格 Apple 经销商，背后的算盘一次看懂。嗨，我是电商 Tony 陈哦。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会比较深入的分析电商市场，聊一下我所看到的产业变化或未来可能的发展。很多人想开自己的品牌官网，那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又不会设计，我又不会程式，怎么做得到？其实你不用有技术背景也能够直接做电商。那你就用 Cyberbiz 电商系统来开店嘛，从网站设计、上架商品到结账出货，甚至经营会员再行销，做复杂的行销活动。那你要更进阶的报表分析，全部都在一站搞定，而且不用担心系统更新或是网站挂掉。那就有稳定的系统架构跟安全防护，能够保护网站的资料，避免被骇客攻击或是资料外泄，也让你专注在产品和品牌经营上，而不是苦恼那些技术细节。你是做电商，你是做生意的不是在那边写程式的。那更重要的是，你不只是拥有一个网站，而是拥有一个专属的品牌体验空间，让消费者在这边不只是完成交易，而是记住你的品牌，也成为愿意长期支持的粉丝。最重要的是，官网是你自己的，属于你的，你家基地，不会因为通路平台调高抽成，那你的利润就直接被吃掉很多。所以别再被技术门槛卡住了。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连结，免费试用30天体验开店。上一集我们聊了酷澎的银弹公司下，台湾的头号牺牲者出现了。那我们这次就来讲全联卖 iPhone 营收破亿，他想干嘛？对，没错，就是那个婆妈最喜欢逛的全联，请支援收银那个全联，居然开始来卖 iPhone。那之前卖的是 iPhone 16，怎么卖？随便卖卖一卖就破亿了。好，现在签约了 Apple 正式的经销合约，现在要卖 iPhone 17。那他们到底想干嘛？影片看到最后，我会来预测他们接下来会出什么招。我们先来看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全联过去3天卖 iPhone 破亿，全电商获 Apple 授权买 i17 新机享福利点折抵，再送500全联点数。那内容是这样，就全联在2024年8月的时候启动了福利点数折抵机制，让你在全联累积的点数可以直接在全电商使用，那就串起线上跟线下的最后一块拼图。然后因为全联成为了 Apple 的正式经销商，所以这次的 iPhone 17首发你也可以在全电商直接买到，而且可以怎样？可以用它的福利点直接折抵折抵到什么程度？折抵到 90% 呢？不能折抵到 100%。应该是法规的关系要开发票之类的。但是有没有人就把那个全联的点数累积到几十万点来折的？应该也是有以现在最便宜的 iPhone 17 Pro 256G 来说，它的售价是39900块。如果折抵90%的话，你的全联点数要有359100点，就快36万点应该也是有这种人极点狂人有可能会做得到。还是说你就有认识那种全联点数破50万的人是怎样？全公司的采购都是叫他去，然后他都记在自己的账号里，甚至你自己就是也欢迎留言分享来吓大家。那全联认为这个手机会是谁买呢？来，你看我划线的地方，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念一下。全电商表示，回顾以往 iPhone 销售状况，短短3天便创下破亿的亮眼佳绩。其中 iPhone 16 Pro 以 Pro Max 系列就占销量近90%，显示全联的商品对高阶品牌的偏好，对菜市场买菜的婆婆妈妈的消费力更具想象力。所以全联的后台数据是什么？ iPhone 就是一堆婆婆妈妈在买的，而且一买就是买高阶机种。这个我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很容易忽视了长辈们婆婆妈妈的消费力战斗力是真的婆婆妈妈是什么人？其实他是掌管家里经济大权的人你小到卫生纸要哪一排，大到房子要买在哪都是婆婆妈妈决定的。所以得婆妈者得天下这是真的。不然你认为这个某某当初是怎么崛起？不就是因为他黏住了之前的婆妈族群吗？那然后婆妈族群还有一个特性，就是敢花钱。刚才新闻也讲了，他们一买就是顶规，没有说什么就我在用的话，我买最便宜的就好没有，他们都买直接就上高阶机种。我在想可能是他觉得手机比较大只，那个字就会比较大，他看就会比较清楚，所以他买了可能就是这种逻辑。这个我深有体会
之前帮长辈挑手机的时候，他也是一讲就讲那个 Apple，我就洗脑他说，其他的那个品牌你不是要 CP 值吗？这 CP 值更高。他说，不，他就是要 iPhone iPhone，因为大家都拿 iPhone， 然后一讲就是怎样，就是拿最高规格的手机。那因为是很熟的长辈了，我知道他的使用情境真的没什么，就拍照，就传 LINE，然后就看 YouTube， 然后玩那个 Candy Crush。Candy Crush 好疯哦，一堆长辈都在玩，到现在还在玩。然后他们说打到要到更新以后才会有关卡的那种。那他们玩 Candy Crush 还会氪金呢。你家长辈是不是也很爱玩这个？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 Candy Crush 对长辈的吸引力那么大。然后他就跟我说买高规的这样他玩 Candy Crush 才跑得顺。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现在随便买一台什么5000块以下的手机玩 Candy Crush 也都不错啊。那我就跟他解释当然没有那么白话，那我就讲一讲，然后他就说回去想一下。结果下次见面的时候，他手上直接就拿那只就 iPhone 高规格的手机 ，iPhone 几我也忘记了，总之就是很贵啦。就是我们那种上班族在下手之前要想很久了啊，长辈就买，什么分期付款，你干嘛？你看不起我现金就要买就这样。总之我要表达的事情是，婆婆妈妈的战斗力真的很强然后消费的方式其实超不理性，超级不理性就是他不会跟我们一样在那边算来算去，他就是喜欢的话都要买现金就把它买下来，好几万就好几万，就是领出来这样。那如果你的品牌有机会发展婆婆妈妈的话，一定要往这里去发展。这种受众比什么小资女啦、理工男啦要强的太多太多了。再来，你要知道全联到底为什么要卖 iPhone 在讲卖 iPhone 之前，我们也要补充一下，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尝试来卖 3C 产品真的。他在今年618的时候就已经有开 Switch 2的预购了所以很明显全联现在要怎样把手伸进 3C 领域了。不然你觉得他为什么要特别成为这个 Apple 的正式经销商？这个不是你去路口买菜呢，要成为 Apple 的正式经销，就是要跟 Apple 对接呢，然后可以优先拿到新品的配货这样。但是你就必须怎样？你就必须品牌形象要符合 Apple 甄选的标准，又要保证销售数字怎样怎样，规则真的很多，非常的复杂，门槛也非常的高，所以代表全联下了非常大的决心。那进入 3C 领域，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是以下两个：第一，瞬间提高营业额。因为那个全电商成立不久，然后它成立的时间是2024年的11月，有需要做出一个业绩来给股东看怎样的业绩来钱最快最大就是 3C， 因为 3C 几千到几万，所以毛利是很低啦，但是它几千到几万那营收数字会很厉害会很好看3C 单价高，而且可以讲可以走预购制，不用特别备货这样。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Switch 2一台16000他卖个1000台就1000万业绩咯那卖那个青菜卖萝卜卖那个豆腐，你看你要卖到1000万，你要卖掉多少？你的供应链会不会整得多惨？那 3C 就真的还好。然后我们刚才讲的 iPhone 3天就卖破亿，对不对？那是新闻稿多好写啊，3天破亿，然后听起来超级厉害。可是你仔细算一算你假设一只 iPhone 5万块卖破亿，其实卖了几只？就2000只2000只就会破亿了。那以它全联的会员总人数来说，这个2000的数字超级容易达成，毛毛雨。第二是拓展男性跟年轻族群，因为他们卖的是 iPhone 跟 Switch 嘛，这种热门的科技产品，所以本来就会吸引到年轻人跟男性族群也可以带出一个印象全电商连 iPhone 都在卖，那我来看看其他东西好了，就有机会帮全联接触到更多更广的受众。即使卖 iPhone 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是借由这个活动来吸引大量的新的用户或提高会员的活跃度，它就是赚的。那再来你要知道全电商对全联的重要性，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全联在做全电商时候的各项操作，你就会发现他们真的是动作频频。2024年8月开通线上与线下点数互换，2024年11月宣告隔日达升级成全电商，2025年6月卖 Switch 2试水温，2025年9月成为 Apple 的正式经销商。你不觉得以全联的体量来说，这个动作实在是太频繁太快了吗？那我跟你说为什么你看我划线的地方，全联指出酷澎需要订购多箱才有优惠，以单箱来看，全电商较实惠且免运费。那 Momo 主要是耕耘线上，
那全电商则是线上加线下整合，打的是防御战，避免新物种侵蚀。你看他谁不提？他提什么？就提酷鹏跟 Momo， 不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酷鹏的攻势，而且他看起来 Momo 有可能会遭受重创，然后特别讲这个。然后如果电商被打趴的话，那下一波攻势就往哪里去？往实体店面，对不对？所以全联现在是在干嘛？提早布局，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台湾的 Momo 真的没守住的话，它也能发挥实体门市的优势。这优势是什么？就是前店后仓，一边做生意一边就是货架可以立刻出货，就变成说其实全台都有全联的卫星仓的意思，用这种方式来抵挡住酷鹏的攻势。那实体门市的优势是什么？卖比较贵吗？怎么可能？靠的就是虚实整合来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然后让消费者只想要在这边买就对了。这件事情啊，成品有做到，我们在这支影片已经有讲了，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成品就是观察到说有在门市买东西的会员有非常大的比例会跑到他们的电商网站去买，所以他提升线上业绩的方式是什么？不是撒线上广告那些用线上的东西去做，而是他就盖更多的成品旗舰店，这样反正我只要现场来的人多，我电商的生意就会变好。那所以全联只要操作的好的话，是有可能成功形成一个闭环就是说消费者在全联买菜有点数的话就在那边全电商折抵。接下来全电商再放个什么优惠？我乱讲，你线上买 iPhone 17，然后你到全联的门市就能够兑换17颗苹果之类的，反正你买 Apple 嘛，然后他就送你 Apple 嘛，这不是很合理嘛？然后又很有梗，这样婆婆妈妈又会跑去实体门市了。然后这17颗 Apple 就做成兑换券啊，你一次消费可以让你换，不是一次换走17颗，而是一次换3颗，换2颗这样，又能够拉高婆妈进全联消费的频率。这类的招式真是一想一大把，所以很有机会的只要是把你的销售来有办法整理成闭环的话，那你管它外面什么风风雨雨，你管它通路平台大乱斗，跟你无关。也就是说，对全联来说，全电商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电商网站，而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布局。那我们也来说全联接下来的策略。先说我也不是全联的员工那这以下都是我的猜测，就是我参考了一些国外的案例啊，觉得未来他们很有几率会下这步棋，讲给你参考看看。来，第一个方向，自己来打破线上跟线下的分界线，例如说直接让消费者可以在全电商下单，然后全联自取。所以你以后就是会到全联买菜然后就是顺便领你在电商上订的货这样子，有没有很迷幻？那就取货也在全联了。那甚至做得更加极致一点那搞像麦当劳那种车道点餐，你就是跟全联门市预约好抵达时间，那当你到全联门口的时候，门市人员会直接帮你把商品怎样放到后车厢。国外都有案例你下车都不用下很爽对不对？很帅对不对？这个体验又更好了。这个美国的 Walmart 他们现在就有这种服务，你线上下单，车开过去，店员把你挑好的东西都放在车上，而且你订会员的话，还会送你配合的加油站折扣、食材配送跟影音串流服务就这样。第二个方向，把购物变成游戏，这个可以参考英国的 Tesco， 那他们现在推出了一个 Club Card Challenge 的计划，就会透过 AI 来帮每位会员量身定制你的个人任务跟挑战，那你就完成以后就可以获得高达50英镑的积分奖励，这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你的任务在 App 里面他写未来6周内在烧烤区花费20英镑或本周内购买植物性食品10英镑等等，那这就是他的任务。那你只要有达成任务的话，可以获得价值50英镑的积分奖励，50英镑这不少了那这个活动的重点是什么？是它会用 AI 来生成个人化的挑战，所以你的挑战跟其他人的挑战内容会不一样。我未看先猜，这个逻辑应该就是去买你平常会买的东西，然后买多一点。例如说你平常会买2罐豆浆，好，这次的挑战就是如果你买到3罐，那就让你达成目标，这样可以有效的提升消费者来这边购物的意愿跟购物的费用。然后它还可以多一个什么就是去不同的门市几次之类的活动那你就可以让消费者多去看你不同的门市，就可以做到线上跟线下很密切的合作，也可以避免自己
掉入这个无限竞价斗价钱的陷阱里头。那我自己是觉得第一个方向自己来打破线上线下的分界线，这个做法确实是比较有可能，因为做起来还蛮简单的。现在就已经有店员在负责专门只做外送单嘛，那就是叫这个店员把商品拿到门口，然后打一张桌子在那边放，然后看到什么车来，然后就看车牌，然后就这样跑来跑去就好了。这都不需要去大改整个什么 App 系统，容易很多啦。那又或者说，你认为全联还能出什么很有趣的策略也欢迎在留言区里分享，那我就跟你一起讨论。好，那今天的分享先到这边给你做个参考。如果你认为这样的分析对你有帮助，也想看我做更多更深入的产业分析，我刚开通了 YouTube 的电商通灵人这个频道的会员，欢迎你加入，让我可以投入更多的心力，制作出更清楚、更深入、更八卦的内容来给你看。讲八卦讲八卦，就我讲个电商的技法跟心法，这闲聊而已不用太认真。就是说，行销促销这件事情啊，你到处都看得到，可是它实际上是需要被包装的虽然原理跟计算上它都是数字在那边跑来跑去那公司在抓毛利啊，在算 KPI 啊，这都很枯燥的东西。可是啊，经过包装之后，效果大不相同行销的效果就会差很多。这一点我认为不管是不是电商从业人员只要你是行销人，或是需要行销自己你是做业务的，那都会需要去学习跟打磨，因为这是受用一生的技法不只是公司可以用在你自己的人生当中也非常好用。举个例子，我们常常在市面上看到各种促销，比如说对消费者来讲2件8折跟第2件65折，你乍看之下哪个比较厉害？这个第2件65折，对不对？因为2件8折太多，看太腻了那我先说结论包装成第2件65折，其实身为卖家，你赚更多，你知道吗？你带数字进去算一算，你就知道。假设商品一件定价是100， 2件8折就200乘 0.8 就是160嘛。那第2件65折，所以第1件原价嘛，那就变成什么？100加上65等于165嘛，多5块啊，多5块啊，对啊那其实你是赚比较多。那可是消费者都觉得这个折扣比较厉害。同理很多折扣的设定乍看之下都没什么厉害的，但是啊，经过包装就会让消费者非常有感觉。例如说什么，我再举个例子例如说3件9折、5件8折、7件7折、9件6折，这个在后台设定就长这样嘛，对不对？但是你可以设计包装成买越多省越多活动专区那消费者加入购物车，就看你已节省多少钱的金额在那边跳，他就会有快感就容易多买。例如说你今天要清库存那你放一个清库存的专区，大家看那个分类叫清什么库存或者促销中，那看了毫无感觉，心里古井无波，一点购物的冲动就没有。尽管你的公司叫你要强力的去说服消费者说捡便宜，趁现在很便宜什么有没的，但对消费者来说，除非有需要，否则的话，你家的库存对他来讲是什么？就是别人挑剩下的东西啊。那别人挑剩下的东西，我当然也不想要。那你推行起来，你就很容易歪掉。那歪掉的意思是说，好，那我们也推了一个叫做促销专区那其实里面都是库存。然后过了2个礼拜以后，发现这个促销专区业绩也不好。好，那开会的时候会被怎么检讨？他就说，难道现在给的折扣还不够吗？好，那我们折扣再下深一点。可是再下深一点，我这已经在清库存了呢，这个已经贴近成本在卖，再下深一点我就要赔钱了，那到时候怎么办？这就是歪掉的状态陷入一个负面的螺旋。如果啊，你今天把你的库存商品啊是怎么样，你改个地方放，你放到订单结账页时出现的加价购，很多啊，加价购 service 也有。那个什么，像你点 Uber 外卖也是一样，你明明就前往结账，他还问你要不要加购这些嘛。那此时出现你的那个库存感觉就不一样。反正你这本来就是库存嘛，本来就要打折才卖得掉嘛。但是消费者在结账的时候看到，奇怪，这怎么那么便宜？这个心态不一样，你知道吗？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就会下单来买掉这个库存，然后他自己还觉得很便宜。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甚至不需要给他什么多深的折扣。总之就是这样啦这个包装真的要把它包装起来，系统上也是这样，功能都有。你要 key 什么数字，你要做什么行销活动，都可以自己去设定。
那商品的促销包装哦，也不建议你就照字面意思这样直接去办活动，什么2件8折专区哦，那你就包装一下，看怎么包装，让消费者有一个便宜划算的感觉，这才是厉害的行销人在做的事情。不然你后台设定2件8折，然后你前台叫2件8折专区，这大家都会啊。包装哦，我们没有要骗消费者，而是要透过包装来让消费者花更多的钱，可他感觉更加良好哦。包装，那男女朋友约会都会精心打扮了，结果你做生意卖商品，赤裸裸就是这就有库存，你要不要啊？我就是要赚你的钱，你要不要？这谁会喜欢？包装，让消费者花的更多，他就更加开心。